这病也遗传，还传女不传男，一家3代女性都得这病。医生提醒，宋大妈今年55岁，平时身体挺硬朗，没什么大毛病，可最近她的肚子总是时不时疼，特别是吃完油腻的饭菜后，疼得厉害。去医院一查，医生说她得了胆囊结石，这让宋大妈有些犯嘀咕，自己这么健康的人，怎么会得这种病呢？更奇怪的是，妈妈和女儿也都曾因为胆囊结石住院动过手术。难道这病真的是遗传的？而且家里几代女性都有，为什么丈夫和儿子没事呢？医生听了宋大妈的疑问，耐心解释道，胆囊结石和很多因素有关，特别是女性更容易的这个病。宋大妈忍不住反问，那是不是只有我们家女性才会得，男人就没事？这个问题困扰着很多人，胆囊结石到底是怎么来的？如果家里有人得了，是不是我们也会跟着得？这些问题得弄清楚，才能避免再被这个病困扰。一、女性为什么更容易的胆囊结石？胆囊结石似乎和很多女性关系密切，许多家庭的女性成员接二连三的这个病，男性却很少中招。于是大家开始疑惑，这病难道是专挑女性的？首先，虽然胆囊结石的发病率确实更偏向女性，但并不是因为它只盯上女性，而是因为一些生理特征和生活方式让女性更容易患上这个病。女性体内的雌激素能够影响胆汁的成分，它会让肝脏生成更多的胆固醇，同时抑制胆汁酸的生成，结果胆汁中的胆固醇含量增加。当胆固醇过多时，胆汁就变得太浓，时间一长，容易在胆囊里沉积，最后结成结石。这就是为什么女性更容易的胆囊结石，尤其是在某些特殊的生理时期，比如怀孕、服用避孕药或者更年期，女性体内的雌激素水平会更高，胆固醇的生成也会加速，胆囊结石的发病率就会随之增加。虽然女性患胆囊结石的几率高，但这并不代表它会遗传。很多人误以为一家女性都有结石就是因为遗传，其实更多是因为饮食习惯的影响。比如一家人都爱吃油腻的食物，胆固醇摄入过多，久而久之胆汁就容易变得粘稠，久了形成结石。男性之所以得胆囊结石的概率低，部分原因是他们体内没有那么多的雌激素干扰胆汁的平衡，男性体内的激素不会像女性一样波动，这意味着胆固醇不会突然大幅增加，胆汁成分也相对稳定。但这并不意味着男性不会得结石，只是相对少一些。胆囊结石的发病率男女确实不同，但不能说它传女不传男，这其实是性别激素和生活方式的共同作用。其实结石并没有性别偏好，只不过因为女性生理的独特性导致患病率更高。如果能够调整饮食结构，减少高脂肪、高胆固醇的摄入，并且保持良好的生活习惯，不论男女都能有效预防胆囊结石的发生。预防胜于治疗，毕竟胆结石一旦发作，疼痛起来可是够你受的。二、饮食习惯是得胆囊结石的罪魁祸首吗？一家3代女性都得胆囊结石，难免让人怀疑是不是有什么遗传密码在作怪。但其实胆囊结石和遗传关系不大，真正让它找上门的，很可能是你家的餐桌上那些美食。胆囊是人体储存和浓缩胆汁的地方，胆汁主要帮助消化脂肪。如果一个家庭特别爱吃高脂肪、高胆固醇的食物，身体需要分泌更多胆汁来应对。这么一来，胆囊就得频繁工作，胆汁在胆囊里越积越多。时间久了，胆汁中的胆固醇就容易沉积下来，形成小颗粒，久而久之，胆结石也就悄然形成了。不吃早餐的人，胆囊也容易罢工。经过一整夜的空腹，胆汁没有机会排出，如果早餐继续空腹或者不规律吃饭，胆汁就会在胆囊里越积越多，时间一长，胆汁中的胆固醇、胆红素会变得越来越浓，结石的机会自然就增加了。这种情况在女性中很常见，尤其是在追求苗条身材的年轻女性中。这种不健康的饮食习惯无形中给胆结石创造了绝佳的条件。还有一些人觉得年轻时随便吃，年纪大了再注意就行。但其实胆囊结石并不是老年人才会得，很多年轻人因为不健康的饮食习惯和作息不规律，早早就患上了胆结石。胆结石不仅仅是痛起来让人受不了，
一旦引发了胆囊炎、胆管堵塞等并发症，后果更是严重。所以，不管是为了自己，还是为了家人，改变不良的饮食习惯，合理安排饮食和作息，都是预防胆囊结石的关键。如果你和家人都有高胆结石风险，那么从今天起就要开始注意餐桌上的选择，不让结石成为困扰你们的家族问题。3. 胆囊结石的治疗之争。得了胆囊结石，很多人都会面临一个纠结的问题：切胆囊还是保守治疗？首先要明确的是，胆囊的确是一个有用的器官，主要负责储存和浓缩胆汁，帮助消化脂肪。但如果胆囊里的结石反复发作，导致胆囊功能受损，胆囊的存在就不再是帮手，反而成了麻烦制造者。所以医生建议切除胆囊的原因是，当胆囊结石反复发作，引发胆囊炎，甚至堵塞胆管时，保守治疗很难解决问题，手术切除反而是更好的选择。不少人担心，切了胆囊是不是以后就不能正常消化油脂了？其实没了胆囊，身体还是能分泌胆汁，只不过胆汁不再集中储存在一个地方，而是直接从肝脏分泌到小肠。虽然会有部分人术后短期内出现消化不良的情况，但大多数人都能适应，生活质量并不会受到太大影响。当然，也有人更倾向于保胆治疗，特别是胆囊功能尚可、结石不多的情况下。保胆取石手术的目标是取出结石，同时保留胆囊，这听起来很美好，既能保留胆囊，又能去掉困扰，但保胆手术也并非完美无缺。相比之下，切胆手术彻底解决了问题，避免了结石复发的风险。但问题的关键在于，如何判断自己的胆囊是否还有保留的价值。这需要医生通过检查来评估，如果胆囊已经失去功能，或者结石数量多，反复发作，那么切除就是明智的选择。有人觉得切了胆囊会对身体有重大影响，但实际上很多人术后并没有明显的生活不便。相反，如果一味拖延手术，胆结石继续发展，可能会引发严重并发症，像胆囊炎、胆管堵塞，甚至胆管癌，那时候问题就复杂多了。在这个切与不切的选择上，最重要的是和医生沟通，了解自己的病情，找到最适合自己的治疗方案，不让胆囊结石成为困扰生活的难题。4. 胆囊结石背后的危险信号。很多人得了胆囊结石，可能一开始并没有明显感觉，平时吃吃喝喝也没什么不适，于是觉得问题不大，甚至忽略了它的存在。但胆囊结石就像个隐性杀手，有些信号虽然不起眼，但却在默默威胁着你的健康。一旦爆发，可能就措手不及了。胆囊结石的一个典型信号是腹部疼痛，刚开始可能只是一阵阵的不适感，有时是在右上腹，也有可能是后背，甚至是右肩膀。如果你每次吃完大餐后，总觉得右上腹隐隐作痛，那就得警惕了，别以为是普通的胃痛或吃坏肚子，这可能是胆囊结石在提醒你它的存在。还有一种典型的症状是恶心和呕吐。胆囊结石导致胆汁流通受阻，影响消化系统，时间一长，就会引发恶心呕吐的症状，特别是在吃了油腻食物后。这种信号往往被认为是消化不良或者吃多了，但如果你频繁出现这种情况，就该去医院查查了。发烧也是胆结石的一个潜在危险信号。如果胆结石导致了胆囊炎，感染发生时，身体会发出信号，最常见的就是发热。有些人会以为是普通感冒，吃点退烧药就算了，但其实体温的升高可能是胆结石已经引发了炎症。另外，如果在日常生活中你常常觉得肚子胀，吃饭后觉得不舒服，甚至有长期的消化问题，也别大意，这些症状可能和胆囊结石相关，虽然不算剧烈疼痛，但如果长时间不管，问题可能会越来越严重。结语：胆囊结石作为一种常见的消化系统疾病，表面看似无害，实则隐藏着巨大的健康风险，尤其在女性群体中发病率更高，很多家庭中甚至出现3代女性都中招的现象。尽管这让人联想到遗传因素，但事实上，胆囊结石更可能与饮食习惯和生活方式密切相关。面对胆囊结石的治疗选择，患者往往陷入切与不切的两难抉择，但是这需根据具体情况做出判断。
胆囊结石不仅仅是医学问题，它还涉及每个人的生活习惯和健康意识。无论是为了自己还是家人，都应重视这些潜在的健康隐患，早发现、早治疗，避免成为这个隐性杀手的下一个目标。